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再次感谢收看我们的节目。中国现在内部，特别我们以往会有一个说法，说中国人民为什么愿意这个托付给中国共产党？其实主要一个原因是说，至少你给我带来一些生活的稳定哦，或者有一些经济的红利。但你一旦把我的经济的部分也做不好的话，那我为什么要牺牲我的这些所有的自由的相关的一些言论的一些权利哦？特别我们看到在最近当然有很多的影像影片也流出哦，因为我们从这些影像影片，我想都很真实的，并非造假。很多的人投出这影片，倒不是要去反这个中国共产党，单纯的只是他把看见的现象把它流传出来哦。那我们看到这边不管是企业的倒闭啦、工人堵门啊，甚至一些维权者被逮捕哦，那甚至社保断缴等等，这个在中国现在是层出不穷的，不断的在发生。所以中国有一点是从这个从下层哦开始做一些崩解，这当然会产生许多社会的问题。所以我们到底该怎么来看待中国政权目前因为整个经济的下滑而产生各式各样可能对于它政权上的不稳定哦？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可以好好来谈一下这些问题哦。我特别说谈这些问题，我们今天继续邀请到的是台大政治系的名誉教授明居正老师哦，来好好帮我们解析一下。明老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我想我就请教老师，因为大家当然对于中国现在经济都可以理解哦，它是很不稳定的。那当然对于习近平的政权的部分来说，一定有一定的影响。当然有人说他失势，有人说没有失势，他政权还在握。但因为整个外部的内外交迫的各种问题，事实上也让他岌岌可危哦。那我们看到非常多这个不管是汽车的半导体，很多的商圈都陆续都出了一些问题哦。所以这个倒不是我们看到是单一的事件哦，我们要来看的是它是一个结构性产生一些问题哦。所以这部分老师你怎么看到中国现在看起来是整体性、结构性，而且是全面性哦，没有只是在某一个省份哦，是全面的状况，老师怎么看呢？这个事情其实当然我们第一次讲了多年了哈，第二就是这几年我们讲的比较多呢，因为我们看见几个因素，譬如说2019到2020那个武汉肺炎爆发之后，当时我们就说这对中国大陆经济会产生比较大的打击，然后政府的清零风控又过度严峻的结果呢，导致企业大量倒闭呢，我们说一定产生社会问题，这第一块。第二块就是强收香港，然后第三块就是跟美国打贸易战，然后第四又推国进民退，所以当时我们就预测，你这些政策光是一个政策出来呢，对中国大陆经济打击都会非常重。那不要说这连续四件事情出来，而如果一旦经济打击的重的话呢，我们看见就不只是经济后果，它会产生社会的跟政治的联动效果。那现在中国大陆情况就照我们预测的比较悲观的方向发展，所以整体的观察是这样。那你问到了这些呢，大概我们就举几个例子吧。这些例子大概就是不要说台湾了，就是国际上的一些观众朋友们也不一定熟悉，甚至大陆朋友，如果你不是真的经常接触这一块呢，可能今天我们谈的事情很多呢，你都不一定很熟悉的。比如第一个呢，像在成都呢，有个叫做这个伊藤洋华航的，它是一个日本的零售业，在日本是很有名的一个品牌。它进中国已经多年了，在成都呢也有多年的这个经营，多家的门市店。那现在突然间就说这个要关店了什么等等，它已经扎根很久了，这样突然关店，那代表就是第一，我刚刚讲说整体的经济的萎缩跟经济的这个萧条。第二就是一方面，当然中国电商也崛起了，所以这种门市了或什么呢，你经营就很困难。所以可能代表的就是外资的品牌呢，在本土的竞争之下呢，你还能不能长期存活呢？这是一大疑问。当然还不只是这家。你刚刚提到汽车，那我们就谈谈汽车。一个是上汽大众的南京厂，也是7月1号就关闭了。它是一家中国跟德国合资企业，它一直长年以来是主力厂商之一。而且南京厂呢，它成立很多年，现在因为大家都晓得说那个电动车出来了，然后燃油车受了很大的打击，加上各位如果其实这个都不用怎么，你随便看新闻就晓得，中国大陆内部的电动车之间的内卷情况都非常严重。就严重到就是我的新车呢一挂牌呢，我就当二手车卖，
这个我们都听说了嘛，就是0公里的这个二手车，你比如说根本是全新的，那为什么当二手车卖呢？因为它卖出去就好，哪怕先卖出去呢，这个只赚一点点钱呢，它都好，因为为什么？卷得太厉害了，它必须把别人卷死之后，它才有一点点空间，所以这样卷的结果就是像这种中德合资的这种燃油车厂呢，那受到的打击很大。那它关门就算了，它导致结果就是员工会裁员嘛，或者他失业嘛，那这就业市场产生很大的压力。而我一再强调，这个事情不是一家的事情，就像你刚刚也这么说。它不是一家店或一个地方，它是多个地方。我们现在随便举几个例子而已。这第二个，比如第三个，你刚刚说到半导体，那深圳有一家叫中顺半导体，它也就是搞晶片呐、搞这个封装测试的。一方面就是国际的这些半导体市场严重波动了，这个当然这几年大家都看见了。第二就是中国大陆内部资金链断裂，我们看到这个前几年不是打贸易战吗？还不是这一波，上一波打贸易战的时候。当时习近平就提到卡脖子的问题，然后要解决卡脖子，我们要怎么解决呢？我们就自己建半导体厂，就大陆就像大跃进一样，雨后春笋般的在全国呢就成立了几万家的这个半导体厂。当时我们就怎么可能呢？这又不是说养鸡养鸭，怎么养鸡养鸭？你都还有一些专门技术，半导体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哇！那大家为了抢到国家补助，批发就成立，我说最后一定会死得很惨。那现在。卷的结果就是这些也死了，所以我们就光说这一块吧，就从远的不说吧，2023、2024以来呢，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整个市场上这个制造跟消费呢，就已经出现严重的这疲惫的状态，然后出口跟这个内需呢，这一直大家讲了半天，可是就是拉不起来，再加上因为这些新产业的出现跟电商的出现，什么等等，所以使得这些。比较传统的零售业了或燃油车呢，它面临很大的转型。这个不只是中国，其实在德国、在日本都出现这情况。只是现在你中国只是因为它叠加了别的问题呢，所以显得特别严重。所以最后呢，就会产生就业问题跟社会问题。所以这个一层层来的，我们一路谈下去呢，大家就会比较清楚了。不管怎样，这样的结果自然造成许多的企业倒闭，企业倒闭联动的东西当然非常多。所以有人就说，这是不是一个政企就政治企业政绩链的一个所谓的断裂会不会产生更严重的一些问题？但是连政府或者是都产生了一些严重的断裂，这当然是大家会从这指标来看，是否比我们想象中更加严重？那老师要怎么样来看待呢？这些问题是这样子因为我们过去讲过。中国大陆这个整个政治经济体制呢，跟很多国家不一样，它是一个共产体制。共产体制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中央呢高度集权，不管是人事权、财政权或什么权，它都抓在手上。那这样导致结果就是地方上那些它的运作会有些困难，所以地方上很大程度呢要靠中央帮忙，这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所有的共产国家，我们看当时苏联跟东欧也好。到最后出现问题呢，表面上看起来是老百姓要民主，其实呢是因为生活不下去了。生活为什么产生困难呢？因为国家财政出现困难。这个是几乎所有共产国家呢都无法避免的问题。其实早在50年代、60年代呢就已经看到这件事情，但是他们一直相信，共产党一直迷信，我钱跟权跟人都抓在手上，跟枪杆子什么都抓在手上，我才最安全。其实不是。很多时候适度的分下去反而比较安全，所以我们当时就讲，到最后中共出问题呢，就是我们刚刚讲这几个环节出问题。你刚刚讲这个事情呢，就正好落到这环节上。为什么这样讲呢？你刚刚举了几个例子，我们一个个来看。第一个，你刚刚说铁道系统，中国大陆铁道系统呢，让我们叫中铁系。中铁系是个央企，它是一个中央级的一个企业，就国家的这个中央级的国家企业，那很大了。它全国有各地都有这个分支机构，那这次出问题的，我们现在就是光是说这一次其实之前就有过，光是这次至少2个地方，一个是贵州，一个是山东。贵州是中铁14局，山东是泰安的这中铁12局。欠薪到什么地步呢？到1年。
国家企业欠薪哦，很难想象，是不是？真的很难，在台湾很难想象。台湾你根本没办法想象，台湾国企弄得不好，就是至少这些工人薪水会发，然后最后砍谁呢？把领导砍掉，对不对？你们经理、总经理、董事长这个不行，然后整个董事会不行，整个董事会拔掉，这个再从头来过，我们再搞一次。但工人欠薪是绝对不会的，也就是中下层呢，你钱拿得到。现在大陆的做法就是你中下层欠薪，上层都搞得好好的，最后一定会出民乱。这是我们讲的，这个东西跑不掉。中国几千年来呢，通常就是在这个地方出问题哈。那工人欠薪有欠到1年的，那你说老百姓哪里受得了呢？前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已经蛮辛苦的了。现在你给我欠薪欠1年，老百姓根本活不下去。所以堵公路的堵公路，堵厂门的堵厂门，躺道路的举横幅的什么等等，那几十上百啊，那个都已经是一般的事情了。好，这是第一个案例。第二案例呢，叫中建集团，中国建设集团，中国建筑集团。它旗下有在这个各省各地方呢有多个分公司。我们现在知道，就是光是1个月之内呢，就出现11起因为欠薪而爆发的维权案例，遍及什么陕西啦、广东啦、贵州啦、新疆啦什么等等。所以你看，省份就跨什么，像刚才那个中铁是至少跨2个省份，这个是跨4到5个省份。所以表示说，这些中央级的这些央企或者国企呢，都出现问题。然后工人又是跳楼的跳楼，挂横幅的挂横幅，堵这个公司啊，干什么，所以一样维权很厉害。你刚刚提到承包商是这样，我们过去的节目讲过，好像那时候前几年呢，大陆很多电影来台湾，电视剧也来台湾，我们也看了，哇，说这个什么建筑业多发达了，什么集团多么大，底下多少个子公司，然后这个负责什么，那负责什么，然后彼此有竞合的关系啊，里面又有什么权力斗争啊，故事写得很棒。那都是在什么背景下面写的呢？在中国大陆整体房地产非常火热情况下写的。好，那所以情况下都很好。大家只是说啊，怎么能够分到多点钱啦、怎么能多赚点钱啦、等等能够干到什么事情呢？现在不是了。现在为什么现在？而且现在各位注意看啊，大陆观众你可以注意看一下，这几年呢讲房地产的那个故事跟电影电视剧是不是少很多？少了非常多。为什么？那个环境不在了嘛。好，那是这个案子是杭州的，其实各地都有，我就随便举个例子，杭州有工程的这承包商呢，他这个他拖欠尾款，他为什么拖欠尾款呢？因为他一部分钱从政府那边来，政府没有给他钱的时候呢，他自己这边钱呢不足以因应，这边自己钱发完，政府钱没有来，他就断裂了。中国大陆很多我们晓得房地产呢，他们的杠杆比例非常高。我听过很多在大陆那个做房地产的那些大老板讲，他说我们呢没有几家是这个说什么像你们台湾这种说什么什么资金链很完整，我们都没有的。我有100块钱呢，我就拿100块钱先去买一个什么买一个房地产，不管是地也好房也好，然后我拿到银行去贷款。我100万买的100块买的，我去贷款贷多少呢？我找个熟人呢讲，贷到这个130或140，你怎么可以到130、140呢？我分他20啊，我分那个银行分20啊，所以我拿120啊。那我拿120之后呢，又买了一个，然后再到另外银行去贷款，又贷个140、150、160，然后又就切一块给他。所以我永远是，其实严格说就是我的资金永远是不够的。用台湾人角度说，就是你那杠杆比例过高。我问过台湾杠杆，一般说2倍、3倍很了不起了。到4倍已经吓死人，大陆那杠杆呢，7倍、8倍、10倍，甚至还有更高的，说到15倍杠杆了，你能想象吗？好，那所以出问题了。你杠杆闹了大的时候呢，你手上的资金一定是不够的，所以你一定要得靠这个别人帮你打点。上面钱不下的时候，你这边钱付不完，或者你钱付完之后没有钱了，那你怎么办？要么就跳楼，要么就跑路，要么就逃走。所以很多呢就跑路了。跑路之后呢，你说上面老板跑路，集团或什么中层跑路了，最后谁倒霉呢？包工头倒霉。包工头他发不出钱了嘛，因为他昨天才能拿钱发完，今天拿不到钱发，那怎么办呢？他就欠钱了。那被欠的就是那些民工了，或欠那些工人。那裁员的裁员，停案的停案，然后拖欠的拖欠，这样就搞了半天了。好，那最后闹了怎么办呢？你刚刚不说维权吗？
闹到最后呢，那就什么堵路啦、冲突啊、围场啊，甚至打人啊，干什么？政府就出面，政府突然怎么办呢？维稳，维稳，也就是我强力镇压这些人，把这些原来是受害者，你要讨公道人，我再把你压下去，这样最后导致一个结果就是，看起来这问题是解决了啊，暂时不是，看起来这事件是暂时平息了，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就变得更大。下次再爆起来的时候呢，那绝对比这次还要厉害。所以这光是这两个问题呢，它后面所引申的这些社会的这些动荡呢，已经是可以想象的了。不过我们刚刚老师特别谈到的部分，是我们这个所谓的国营事业国企的相关的部分，我们已经觉得很夸张。在台湾，你可以想象这个高铁，因为高铁也有这个政府的股份，你可以想象高铁员工说我已经半年没拿到薪水，或者台铁的员工说多久没拿到，非常难想象。这个或者是我们谈到许多的台电等等没拿到，几乎很难。但你觉得这个国营事业呢？可能还是它可歌可泣的一部分。但我们来谈谈，那真的吗？那它的政府真的没问题吗？那有人就说地方的债务加上社会的治理、信用的风险，这种恶意螺旋的部分不断的搅拌之下，老师觉得这后续会怎么发展？这个事情其实也都不是新鲜事了，只不过现在就像我们说的，你从2019到2020开始呢，这样一路下来呢，你外贸跟各方面都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最后经济受到打击，那一定会蔓延到社会上。现在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应该这样说，就是那个恶果呢开始逐渐浮现，然后就出现你说这种恶性螺旋。我们先说你刚刚讲到说广西的问题啊，广西柳州呢，其实在前几年已经出现一些问题，不过好像今年问题比较严重，所以才出现你刚刚讲的。广西人大常委会居然有提案说，举全区也就是举全省之力了，支持柳州的经济社会发展。什么意思呢？因为柳州是广西的工业重镇，它那边有一个叫五菱汽车的一个总部，这个五菱汽车。那么我们刚刚不讲汽车业这个彼此内部竞争激烈，内卷很严重嘛？内卷严重的结果就是五菱汽车受到很大的打击，而地方政府过去裁员呢，它的地方的财政的来源呢有几个，一个是中央拨付，中央给一部分钱，再来在过去房地产很火红的时候呢，地方政府常常靠那个房地产或土地财政呢来支撑。再一个就是我省内呢，如果有大企业像比如贵州有那个云南什么白酒啦或者什么五粮液啦或什么的，然后哪边又有什么高铁啦，哪边又有什么这个半导体企业或哪边有外资企业的，那你从这地方抽税呢，抽的也很可观。所以大体上就是地方政府的财政呢，就这几块撑起来的。那前几年我们就开始讲，我们说土地财政不灵了，然后中央政府财政困难，它拨钱比较少了。等到它第三个裁员，地方上的企业或事业受到因为经济不景气波动打击的结果呢，那第三个裁员也断掉的时候呢，它就出问题。那现在就这样子。所以当地方政府的财政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它第一呢，它财政出问题，财政出问题它会怎么办呢？它减薪。台湾还这么多年来，我还真的没听过说政府有减薪的吧？那每年都有几年会有加薪，有加薪都往上，因为一方面通膨啦，物价也比较高，但的确是没有往后退，没有往后退的。对我们这么多年，我们只有看到往前进的。当然我记得我回国教书这几年，有进得很快，那几年经济比较好，所以我们教授拿到现在都很高兴。那好像很久没有那种好日子了有加薪的比例比较少。那现在不是，大陆很多地方是倒退的，这个不用我讲，大家都知道。连金融系统的都被减薪了，或者甚至追这个奖金等等，这已经大家没办法了。所以往下推下去，就是你刚刚讲的，到了这个社工的这一层呢，我薪水就发不出来了这第一个。第二呢，地方债务的情况严重，这个都已经讲了很多年了，这个国际上研究也很多。然后呢，给出的数字当然差距非常大，因为中共不透明。但我们晓得就是地方政府它的财政接近崩溃呢，已经都不是新闻了。大概这几年我们说比较严重，比如说贵州啦、云南啦、黑龙江啦、广西啦，这些地方的这债务率呢，超过地方财政收入200%，这都已经不是新闻了。
那过去搞什么隐形债务置换，我们在节目上也讲过，现在看起来也不成功。所以一旦照这步说，那最后出现什么结果呢？地方政府往下发薪水发不出来，受到影响什么呢？教师啦，医护人员啦，村的干部啦，或社工等等。那这些人被欠薪欠到什么地步呢？连基本的社保的缴费呢都缴不出来。而除了刚刚讲那些地方之外，譬如什么河南啦、四川啦、甘肃、辽宁呢，我们都看到大量你刚说影片也好，或者说内部传的消息也好，所以社保断缴的跟这些半编制人员，就比较临时聘用人员这些离职潮，因为他都没有办法了。我还看到一些影片是国企人员呢，他下班之后呢跑去煎外卖或干什么，国企啊去煎外卖。这在过去都没办法想象的，所以这样就导致最直接结果就是大家不再相信地方政府，就出现你刚刚说的信用崩塌。所以各位看到哈，这几年下来，什么土地财政枯竭啦，然后这个地方债上升啦，然后中央拨补不到位啦，然后这个又出现这个什么地方企业倒闭了，我收不到钱了，收不到税的结果。我地方政府发不了钱呢，刚刚讲什么教师啦、医护啦、社工什么等等，慢慢拿不到钱之后呢，就开始断裂了。一旦断裂，就出现我们说的，用术语来说叫做社会治理功能失调，甚至到崩塌的地步。那么最后回到结果谈回来，就是大家对地方政府完全没有信心，所以地方治理你说还要再维系下去。当然我不是说现在维系不下去，我现在只是说碰到了极大的困难，而且这个不是少数个别地方，是从北到南呢，几乎很多省份我们都看见的现象，所以这才是麻烦所在。所以从这种大厂的倒闭啊、央企，甚至连地方政府的财政都出问题，这显然是一个我觉得是结构性的、很恐怖的，正在中国不断在蔓延发生的一些事情哦。所以大家很好奇哦，这个部分联动是不是未来真的会就是我们一开始所说的，这对于整个不只是这个地方这个政府央企的不信任，我觉得它有可能也转换到对于中央政府整体的这种怨恨哦。所以老师怎么看呢？我先说一下新康佳这个案例啊，新康佳是一个，当然我知道很多人如果不是很密切关注大陆社会形势的话，可能不太了解这个单位或这个公司啊。它其实是一个什么叫金融投资平台，就这么东西叫新康佳。其实刚刚你讲说什么中融依购什么也都是差不多类似的东西。那这些事情呢，这些案子现在爆出来了，大概涉及差不多3-4个省，然后都在这几个省，比如说广东、广西、贵州啦，这种甚至比较偏远的这地方，云南的这地方。那为什么在这些比较偏远的省份，然后在这些偏远省份3-4线城市呢，在广州、深圳的不太爆发呢？我们要慢慢解释。第一呢，这个案子非常大；第二呢，卷到了大概差不多200万人，所以很可怕了，很吓人。数字到多少呢？大概130亿人民币，至少。为什么都是在这些比较偏远的3-4线城市？然后为什么人数这么多？然后为什么这个都是银发族？你刚才讲了，有几个原因。第一呢，他们这个在3线城市呢，他们在这边推，简单说就是，我用线上讲座或线下讲座、现场讲座，然后搞微信群，搞10人的拉来推销。它不完全是一个老鼠会，但像什么呢？像是那种就是就讲金融投资平台，他跟你讲你来这边我们投资为什么可靠呢？我们是这个中央在这个广西这个地方的一个国企或央企我们的背后就是国家保证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你获利多少呢？每天1%到2%。哇，真好！每天哦，每天呢？那你说这些人为什么相信呢？第一，他们的3-4线城市不是那种资讯非常发达的地方，这第一。第二，很多是退休人员。第三，他们拿了退休金之后呢，随着物价上涨呢，他慢慢觉得有坐吃山空的感觉，所以希望说找一些投资呢，让他那个就是说退休金翻倍了就是我们就这样讲了。那你资讯又不够，现在有熟人介绍，或者有什么国企在后面做担保，然后出来在又办讲座，然后那个网站又弄得很漂亮，然后再来招待的那个地方又弄得很豪华，服装很整齐，然后又很礼貌，讲话又很得体的呢，你慢慢就相信了，对不对？
好，那你说每天1%，我不要每天1%，我每个礼拜1%我都很高兴了。每个礼拜1%，1年52个礼拜，你不要算复利，你光算单利的话，都已经是52%，那就50%了，对不对？暴利2年就100%，就1倍了嘛。老师，你讲这段小心，搞不好又有诈骗集团又剪你这一段，说你那个每个礼拜保证1%获利。我就说，如果他这样骗你，这些银发族3、4线城市，他又不懂的话，那他很容易心动的。再加上什么呢？这些城市通常呢，监管单位的能力是比较弱的，他又不太监管或监管不到，好，那就出问题了。所以一爆出来呢，就上百亿。我们现在晓得就是到他爆雷前呢，大概1个月呢，他每个月的这个进账呢，还可以超过1亿。你想想看是怎么办？所以，然后这些人当然最后就去维权，而维权的结果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政府越来维稳。所以你说，我为什么一讲？我说那是个压力锅，就这样。你问题你不去解决，你不断的往下压之后，有时候一爆起来的时候，那真的是非常可怕。这才是我们担心的地方。回过头来说，这种因为大家经济不景气，急于想要多赚一点钱的时候，这些诈骗，我只能说，这可能只是正开始而已。未来的这种事情可能会更多。随着这样的一些事情不断的发生，持续在发生。明显的，我们一直说这已经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看起来是一个叫做不分产业不分级别、不分中央或地方、不分是国营的或者是私人的企业这整体所产生这些问题，大家当然就会好奇说，那接下来中国到底会走向什么样的境地，会发生什么事情？老师是不是可以分享？这实在是我们不太愿意真的往下去预测的一个结果哈。但是我们从这几年不要说远了，我们从2020年讲到现在，这5、6年下来呢，整个中国大陆的经济社会的这趋势呢，就照着我们讲的那个方向去走，所以我们真的比较担心。所以总结一下今天谈到，第一个我们谈的就是经济结构的问题了。你说民企倒闭，然后央企跟国企开始违约。房地产又拉不起来，所以过去那种用土地经济去拉动这个模式呢，已经不成功了。再加上你又去打贸易战，然后跟这个国际主流国家关系都搞得很不好的时候，你出口又受到很大的影响。从这里面引申到就我们刚刚讲的这金融系统跟金融体系的问题。金融体系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它的这冲击就是全面的。所以刚才我们讲到，它很直接就影响到了地方的治理嘛，然后。不管是地方发钱也好了，或者社工了什么等等呢，那你基层治理，其实你如果说这样讲，大陆地方上发生冲突过去不是没有过，其实早在这个20年前的什么以利神的什么这些事情都发生过，我们都看过。那为什么后来解决呢？当时经济还好，经济还好的时候，国家财政能力充裕，地方财政能力比较充裕的时候，最后就用钱解决了。你这个损失了，那我赔你点钱嘛。再不行，就像温家宝说，我多赔你一点嘛。你损失100，我赔你110、120，那很多人也就算了，因为他晓得说，你跟共产党再讲下去呢，这个大概你会吃亏的，所以拿了钱就算了。现在讲理也讲不过，然后钱又不给你，然后最后他在压你的时候，就那个我就讲不报则已，报起来一定非常惨烈。所以我们真的不想往那边去推。但是我们从世界各国乃至从中国历史来看呢，就是这像什么呢？像我们最早讲的整个国家或社会系统呢，从过热到衰退，到慢慢崩解，我们现在看到是这么一个过程。当然，我们真的不希望往下推，可是我们这样说吧，就算我不悲观的话，我很难乐观的起来。我只能说到这样的。中央治理如果没有做好的话，我相信中国内部的这种民怨的压力锅只会越来越大，就看你有多大的本事把14亿的人的嘴巴都压住这个也是我们过去听到有许多谈到，中国为什么我们在谈到它整体来讲是呈现极端的不稳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些原因这个当然我觉得这当然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如果借此这个压力而推动中国在政
政治体制的改变，自然是许多追求自由民主的人认为这个是一个好的方向去走。只是我们必须说，在这过程当中会产生社会严重的人命伤亡的部分。老实讲，不管怎样，生而为人，那还是无法想象了。还是希望它是一个很平稳方式过渡，让中国走向更好的一些方向。那今天很谢谢明老师，把中国经济虽然就像老师说的，这很多东西已经不是新闻，不过我们在重新重整之后，的确还是看到一些新的问题所产生，这值得大家来关注。那就再次感谢老师，谢谢，也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这期节目，同样欢迎帮我们分享给更多的好朋友。那另外一部分是，如果您是第一次来看我们频道，也欢迎帮我们订阅、点赞、开启小铃铛，随时都可以收到我们最新的一些资讯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所以老师，如果这样看起来，中国会不会未来朝向北韩化？这也是以前讨论过的问题，就是说经济这样子只能做更紧缩，然后就往军事你往北韩化走，就一定是走向东欧化了，一定是我们讲苏东坡了，跑不掉了。所以一定就是方向。谢谢老师。哪里？